小峰，我给燕总做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，只有小范围几个人知道。这崔院长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我听说方小然去过手术室。虽然周晓峰极力的掩盖方小然通风报信的真相，但是白主任还是发现了是方小然请来了崔院长一行人。周晓峰永远也想不到，方竹青之所以会在生日那天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自己，是因为白主任对方小然的算计太狠了。周晓峰更想不到的是，即使自己是白主任的学生，但是白主任同样也没有放过自己，请方竹青吃饭，拒绝给杨桂兰做手术，就是白主任的阴谋。白主任对方小然的算计。燕辉的风波彻底过去后，白主任看似和方小然毫无接触，也没有为难方小然，但是白主任对方小然的算计早就已经悄然开始了。周晓峰天真的认为，有着方竹青的这一层关系在，就算白主任发现了事情的真相，也断然不敢为难方小然。可是周晓峰还是太天真了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方小然的同事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吗？小然啊，这都是天意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谁都没往外说，白主任那人又自负又好面子，还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主，他要知道是你告的密，肯定要给你穿小鞋，你以后还是注意点吧。方小然的同事们都知道方小然是方竹青的女儿，但是他们还是认为白主任一定会给方小然穿小鞋，这也间接的说明了白主任并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人。白主任对方小然的算计就藏在这个小细节当中。崔院长、院领导以及林毅当时一起来到了复合手术室，明眼人都知道这并不是巧合，但是白主任怎么会知道通风报信的人就是方小然呢？毕竟知道方小然去过复合手术室的人，只有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以及在复合手术室外面观摩的医生。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肯定不会出卖方小然，那么只可能是复合手术室的医生告诉白主任的。但是东丽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清楚方小然和方竹青的关系，又有谁会冒着不惜得罪行业大佬的风险讨好白主任呢？这才是白主任对方小然最狠的算计。其实根本没有人给白主任告密，白主任是故意炸出方小然的。从白主任答应给燕辉做微创手术开始，周晓峰一直想尽各种办法阻止白主任做手术，白主任自然看出了周晓峰的不情愿。微创手术出现问题后，周晓峰也一直催促着白主任呼叫心外科来救场。白老师，血压一直往下走，心跳也加快了，我看是出血越来越严重，咱们是不是该呼叫心外？白老师，不能再等了。但是白主任始终无动于衷。这个时候周晓峰突然出去了一下，回来之后的周晓峰再也没有出声过，而是不停地张望着手术室外面。周晓峰的前后变化以及他的小动作，白主任不可能看不见，所以白主任也能断定是周晓峰给外科的人通风报信。周晓峰的为人，白主任再清楚不过了，他并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，因此他一定会找一个看似不起眼，但是背景大到白主任都无法撼动的人，而方小然就是唯一的人选。所以白主任故意在周晓峰面前提起方小然，以此试探周晓峰。恐怕白主任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，白主任之所以那么肯定地认为是方小然通风报信，肯定也用这一招对付过当时在复合手术室的医生。而这正是白主任对方小然的算计。白主任在心脏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白主任此举虽然不是直接为难方小然，但是其他医生也会因为忌惮白主任，不敢接近方小然。久而久之，方小然偷偷通风报信的名声也会悄悄地越传越远。这样一来，方小然的前途也会变得更加坎坷，毕竟没有哪一个上司会提拔越级通风报信的人。这其实也是方竹青质问周晓峰其中一个原因，但是周晓峰根本想不到，方竹青之所以会对自己恶语相向，主要是因为白主任明目张胆的挑衅。方竹青质问周晓峰的真正原因，在交流大会上，白主任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所以利用周晓峰的身份邀请方竹青吃饭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注意到白主任说过的这样一番话：小峰天资聪慧，勤奋踏实，特别难得。要么人们常说是家学渊源嘛，基因源头上就有优势啊。
小峰跟同期的比起来啊，业务能力特别强，刚升了组长。其实啊，东江新内呢是一家，像小峰这样的英年才俊，那整个东江真的挑不来出几个。我就想，我过几年再往上走一步，小峰，你是要接我的班的，他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最佳人选。白主任看似是处处讨好方竹青，但是实则是对方竹青威逼利诱。白主任的这番话暗藏着两处挑衅。在方小然通风报信之前，白主任还是很喜欢方小然的。白主任知道周晓峰抵触方小然和方竹青，所以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为他们说情的机会。那个视频是方小然给我的，这个孩子聪明啊，能想到这个办法。影像啊，是最直观的，还是血浓于水啊，关键时候你这个妹妹够意思。白主任明知道方竹青有多么重视这个女儿，可是在饭局上，白主任一个劲的夸奖周晓峰，对方小然只字未提。甚至在白主任说到家学渊源这一点的时候，他都没有顺带夸奖方小然。像白主任这样一个混迹职场的老油条，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这才是白主任对方竹青的第一处挑衅。白主任此举就是为了告诉方竹青，自己很介意方小然通风报信的事情。如果方竹青能够帮助自己，那么自己就可以既往不咎；如果方竹青拒绝了自己，那么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。白主任对方竹青的第二处挑衅，就是说等自己升迁了，再让周晓峰做自己的这个位置。周晓峰现在已经是副主任了，他的地位仅次于白主任。按照周晓峰的能力，再次升职指日可待。可白主任是周晓峰的上司，周晓峰是否能升职，主要还是看白主任的意思。所以白主任的这句话也是为了威胁方竹青，但是方竹青从离异一路走到现在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威胁呢？因此方竹青才会质问周晓峰，一是不满周晓峰连累方小然被白主任算计，二是为了婉拒白主任。方竹青和周晓峰争吵了几句后，便不欢而散了。因此白主任也没来得及继续讨好方竹青。可正是因为方竹青的婉拒，才会让白主任对周晓峰心生恨意。白主任之所以那么重用周晓峰，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方竹青和周晓峰的关系。可方竹青不仅不肯帮白主任，周晓峰还联合方小然算计白主任。心胸狭隘的方主任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放过周晓峰？白主任对周晓峰的算计也就此展开了。白主任对周晓峰的算计，林毅的病人杨桂兰的病情很复杂，因此杨桂兰需要心内心外一起动手术。杨桂兰上次入院就是应激性心肌病，这次是3支病变，3根血管最严重的部分狭窄都已经超过了 90%。原本是要择期进行搭桥的，但考虑到他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年纪又大，心脏功能也差，肾功能又不全，可能无法支撑体外循环，所以我建议做复合手术，左冠先行左胸小切口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术，然后右冠再做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。我建议心内心外一起。可这个时候白主任却不允许心内科的人协助林毅，这个林毅啊，对病人的事就大包大揽的，不想让我们做的事就强加阻拦，但需要我们了，我们就得随叫随到，这没有道理吗？那个姓杨的那个符合手术，你们谁也不要出头，找人合作呀，就要有合作的诚意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帮助他。白主任此举不仅是为了算计林毅，更是为了报复周晓峰。林毅进来东丽医院以来，一直都和周晓峰不对付，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林毅和周晓峰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，所以林毅肯定会找周晓峰一起合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周晓峰的技术在心内科也是数1数2的，因此周晓峰更是不二人选。但是白主任的话却让周晓峰陷入了两难。如果周晓峰不帮林毅，肯定会得罪心外科；如果周晓峰违背白主任的命令，私自为杨桂兰做手术，那么周晓峰不仅会得罪白主任，还会被心内科的其他同事疏远。这才是白主任对周晓峰最狠的算计。白主任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所有人一个道理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需要用宽广的心胸去接纳别人，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义气就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。